这是……幸好没事了。你没事吧？是你舍身救我。你既用鲜血供养我，恢复了我的部分神力，在此我便赐予你水下呼吸以及契约指挥水族的能力。契约是什么意思？从今往后，你只要能摸到哪头水族的额头，便可与之契约，成为你的水族兽仆。但为防你出货力量肆意滥用，现在我给你定下一道约束，每日仅能契约一头水族。我能有自己的水族兽仆吗？你既已唤我，便是缘。你好生谨记，望善用此力，护海守土，莫负天赐。你我缘分渐已结，后会有期。我去，我真的能在水下呼吸了，而且这海底比我在岸上看影雾还要清晰。不对，人家都是仙女了，怎么还会被水呛到？不行，我得设个陷阱，不然指定拼不过他。有办法了。契约！主人，你来到海里想做什么？我来帮你。哦，那你带我去能找到值钱海货的地方吧？不对，我没带家伙，等我一下。找到了。哈哈，这可是野生的红东星斑啊，个头这么大，寻常渔民1年都碰不上一条。我今天算是发了，收工，回家喽。我有3条东星斑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小寡妇，苏万星，你男人当时欠我16000，3年了，现在连个利息都还不利索。还不上钱，拿人底也行。还不上钱，拿人底也行。你这小模样，卖给镇上歌舞厅，1年半载的准还清。滚！你把手拿开！哟，你给老子装什么装？谁会跟自己小叔子住一块儿？晚上把门一关，还不定在里面干啥呢？放开他！谁他妈！我去，什么时候手劲儿这么大了？难道是拥有了神力，还是契约的原因？你小兔崽子，欠我钱还敢打我，给我等着！嫂子，他们没对你咋样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对了，嫂子，猜猜我今天打到了什么？
什么啊？咦，这是什么鱼？东星斑，还打到了3条。普通海鱼顶天才5毛一斤，可这东星斑是顶级海鲜，一斤得10几块呢。这3条加起来不得有10斤多？嫂子今天太晚了，我先把鱼放水里，第2天一早我就去卖。胡七寻，你不是去放鱼吗？怎么还不去呀？这个……哦，是哦，嘿嘿，这鱼太腥太腥。可我毕竟是你的嫂子啊。哎呀，不收不收。六叔，您看是成色有问题还是个头有问题？可以降降价。哎，你这成色非常好，但是这镇上啊没有能收你货的，谁让你得罪人了啊？哎，过来，讨债。镇上的鱼贩都问了个遍了，没有人收我的鱼，看来是赵老四干的。小伙子，要不你去市里的国营大饭店试试吧，不然这鱼砸手里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东星斑可是今晚的招待主菜，怎么还没送到？电话桌说是路上出故障了，今天可能到不了。门外正好有个散户，要不我带他进来，您看看。哼，那带来看看吧。这就是国营饭店吗？这么大，看着我这就去把鱼卖了。不行不行，你这小户我们不接，我们有指定的，快回吧。不行不行，你这小户我们不接，我们有指定的，快回吧。等一下，周经理，这姓胡的小子正好有3条东星斑。哟，这色泽，这个头，比晚期供货的还要好啊。小胡呢？这鱼不错啊，上称看看。哟，3条就14斤呢，你从哪片海捞的？没人下的那片野滩，运气好才碰上的。要不说说富贵险中求呢？还是小胡弟弟有魄力，你这3条鱼我收了。谢谢周经理。我给你按15块一斤算，这3条210。210？我哥活着的时候出海一趟，满打满算也就挣33、40。谢谢周经理。哟，还喊周经理呀？姐姐，谢谢我周姐姐。小胡啊，别说姐姐不照顾你，明天有大席面，得要上100斤小黄花鱼，你要是能弄来，姐先收你的。好的姐，我回去就准备。跑什么呀？姐又不会吃了你。你轻点儿。嫂子稍微忍忍。赵老四太过分了，竟然下这么狠的手，我打他算是打轻了。这次幸亏你及时回来了。嫂子你放心，等我把债还完了，他们就不会再来了。哪有那么容易？会很快的，我保证。嫂子你看，今天3条东星斑就卖了200多。这么多？城里上班的1个月才40、50。明天我再整100来斤小黄花给他们，估计更多。婉星，等我还完了债，我带你住到城里。太晚了，你赶紧回去睡吧，明天一早还要下骰呢。我胡七寻从此以后是海里霸王。不管了不管了，昨天周姐要100斤野生黄花鱼，这可是个大活。什么？你跟我说不知道哪里有黄花鱼？也是，就你那脑仁还没有核桃大呢，哪能记得住水域位置？那怎么办？深水岸郊区那么大，我总不能一寸一寸摸过去。这海无穷无尽，我啥时候能找到啊？今天得再契约一条，得找个熟悉海域、知道鱼群回游路线的家伙。那是挣扎的渔网。
啊！这么大一头海龟，竟然被渔网死死缠住了。别怕，我来帮你解开。这网至少缠了它好几天了，再晚几天，这条前肢怕是要废掉。行了，老家伙，下次注意点儿。哎，我没主动契约啊。我自愿认你为主。这片海域我游了300多年，哪里藏着鱼群，哪里有暗礁，哪条回道最安全，我都一清二楚。300年？那你肯定知道黄花鱼群在哪儿，对不对？主人，请跟我来。太好了！我的天，这么多！这片鱼群少说也有500-600斤，周姐要100斤，那简直是随便捞。哎呀，有点神力，一个人扛100斤黄花鱼也是很合理的嘛。嚯，小胡弟弟，你这本事姐是真服了。昨天刚说缺黄花鱼，今儿就扛来这么一大篓，还是顶级的野生小黄鱼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我来看看，周经理，这批黄鱼品相绝了，做清蒸干烧都撑得住场面，比咱们之前从水产公司订的那批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姐说话算话，别人收黄花鱼1斤17、8，姐给你20，104斤，算下来2060。谢谢周姐，您实在是太照顾我了。光嘴上谢可不行。来来来，正好姐买了身新衣裳，你帮姐长长眼，看合不合适。啊？哎，怎么样呀？姐穿这个好看不？好看的，周姐穿什么都好看。瞧你这点出息，谁家女人不换新衣，不涂雪花膏啊？难不成弟弟还未成家？周姐说的对，我记下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姐这儿有个大活儿，2天后省里要举办鲅鱼宴，而且还是钱处长负责。鲅鱼？别急着高兴，人家可是省里的宴会，要2000斤呢，而且是1天内工齐。那确实挺多的，看来我得雇个人了，光我一个人也拉不过来啊。这批货你要是成了，你的名字就能递到首长耳朵里。往后要是入了首长的眼，那可就不只是我这一间小饭店的事儿了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都顺利吗？卖了103斤，周姐给了2060。等会儿你说2000，就1天，不是200。我也不懂，商场柜台说这是卖的最好的，喜欢吗？这摸上去柔软细滑，一看就是好料子，一定很……今天周姐那儿又给了个新活，要2000斤鲅鱼，光这一单就能赚不少。等这单做完，我准备买条小船。买船？那得不少钱吧？我算过了，一条2手的近海渔船能拿下来，有了船就能跑更远的海域，捞更多的好货。七旬，你先把这些退回去，先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不差这点儿，你早就值得拥有更好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俩要是真，村里人会怎么看你？你刚有点起色，名声要是坏了，往后怎么做人？如果嫂子在意我，不如去把也是，他哥已经去了3年了，我也该把婚姻状态改一改了。同一时间，同一地点，超级渔王开始。今日目标可是周红点名要的鲅鱼，你哥俩带我转了大半个时辰，毛都没找到啊！
这是……鲨鱼群在围攻海豚，海豚被咬了，再拖下去怕是活不了，快！契约了2头水族之后，力气长了一大截，这要搁以前，连剑鱼都打不过。我去，我还有这功能！我去，我还有这功能！主人，您这是苍渺神力，海豚获得了您的再造恩赐。主人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能带我去找鲅鱼吗？没问题呀，我可以用声呐定位，有大批鲅鱼正在东南3海里处。出发！前面这么多鲅鱼，肯定够了。哎呀，雇什么人？我都契约3条鱼了，有点神力，一个人扛2000斤鲅鱼也是很合理的嘛。我的老天爷，你这是一天捞了2000斤，你是有一个舰队吧？周经理，这条最少12斤，这批鲅鱼做菊花鲅鱼、红烧鲅鱼块都绝了。我靠，这条15斤都有了吧？1斤3块5，这批鱼过称277斤出头，姐给你凑个整数，8000块，数数。8000块，镇上小学老师1个月工资才40-50，渔民1年也捞不着3000块。我胡七寻，一天8000。咋了？看傻了？姐再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钱首长想见你。首长想见我？呢，现在就在楼上呢，来吧。真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了，我还正愁怎么开口搭上线呢。钱首长，这就是3山岛小胡胡七寻。钱首长好。小伙子，听说你今天一个人就打来了2000斤鲅鱼啊？用的什么船？报告首长，还没有船，就是水性好，在野滩那片深水区捞的。2000斤鲅鱼，没有船，一天捞完，吹牛也得有个限度。我跟着爷爷这么久，什么渔民没见过？近海一个人拖网，一天顶天30-50斤。朵朵，不得无礼！你周红姐做生意10几年，眼光毒得很。这小伙要没点真本事，也不可能推到我面前。小胡是吧？坐下来说。小周，你也坐。3天后，省里重要宴席，急需上等大青蟹300斤，个个1斤往上；皮虾500斤，带膏，个头不小于打背粗。你有没有把握？数量比起2000斤鲅鱼倒是少了1多半，可这个头要求就有点苛刻了。哟，有人不会拿个头大小来推辞吧？给我1天时间，明天这个点货送到您指定的地方。你这人怎么什么活都敢接？吹牛都不用上税的吗？今天刚契约了海豚，明天还能再契约1头水族来帮忙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只是近海肯定没有这些，得去深海。朵朵，别见怪，我这孙女从小被我惯坏了。年轻人有闯劲儿是好事，但不兴说大话。你要知道这场宴席的规格，万一耽误了，我担责任，你更担不起。首长放心，我既然敢接这个活，心里就有底。只是我眼下确实缺1条船。每次捞了货都是肩扛手提往岸上运，来回10几趟效率太低。要是能有条船，就不只是在近海捕捞，以后给首长供货的质量和速度还能翻倍。哎呀，我这弟弟想买船是好事，但私人渔船的手续不是那么好批的，得经过渔政港监边防好几道章。这样，我让后勤处给你出一份采购资质证明，拿着这个去渔政办手续，能省不少事儿。至于船款，你自己解决。多谢首长，货的事儿我胡七寻拿脑袋担保，明天准时送到。你可别着急谢，2手的小船也得5000块呢。请您数数。这小伙子有魄力，是个好苗子。去吧，朵朵，这件事交给你协助，全程见证，
看看小胡是不是真有本事。而且你也是真舍得啊，这钱还没捂热乎呢，大手一挥就花了5000。嘿嘿，这是合理投资嘛，总不能给姐姐丢脸不是？但你胆儿也太大了，第一次见前局长就敢开口要船，整个渤海市多少大老板想搭他的链都不敢这么直接，你倒好，张口就提条件。刚刚还多谢姐姐给我打圆场。哼，这笔账先给我记着，回头找你肉偿。也不是不行。傻愣着干啥呢？去拿批条。来了。婉星，你怎么在这站着？没什么，我去镇上办了点事儿，回来正好走到这儿。你去办户籍变更了？我想了想，你哥走了3年了，我也该把婚姻状态改一改了。户口本上一直挂着已婚2个字，到底不合适。哟，这不是老胡家那对叔嫂吗？大傍晚的跟小叔子在村口站着，也不怕人看了说闲话。人家叔嫂感情好呗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们几个闲得慌就回去把自家渔网补一补。婉星站村口等我回家吃饭，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？上来，我带你回家。嫂子今天去把户口本改了，她心里有我。等船到手，这债还完，我头一件事就是把她娶进门。小胡，这条船原本是渔业公司淘汰下来的，发动机刚大修过，跑远海一点不虚。成，我今天就出海试船。没想到开船这么简单，就一个舵轮，一个油门杆，比骑自行车还容易上手。爽！以前都游出不了这片浅淡，现在只要轻轻一给油，想跑多远就跑多远。你开慢点儿。星儿，坐稳喽！今天带你看看真正的海。天啊，七旬，快看！海水从黄绿变成了深蓝，透明的像玻璃一样，一眼能看到底下10几米的礁石和鱼群。得找一天带着婉星到远海里看星星，然后我们在这船上沐天席地。七旬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怪不得老渔夫都说远海是金窝窝，这水色，这能见度，随便撒一网都比近海忙活一整天强。钱首长那条船路子果然没白搭。什么味儿？这么冲？是原油泄漏，估计哪条油轮漏的，最后飘到这块水域，算废了。快看，那只海鸥被粘住了！别怕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这可怎么办？上次我的神力就可以治愈海龟，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奇效。星儿，你再去后室舱拿块抹布。我去，这神力连石油都能洗掉，那这片汤棉神力暂时有限，切勿偷之。那我还是先把婉星送回去，先打鱼。星儿，你先帮我去顾上次那2人，下午来这里帮我运海鲜。主人，我代表我的族群感激您。从今往后，我和我的族众皆是您在海面上的眼睛。我去，这也太酷了，相当于有了一对侦察机啊！这共享视野也太要命了，往后你们这些傻鸟可别乱看了。下次再看的先问一声。先问一声。主人，就是这里。这片礁石缝里藏着的青蟹，再往东南方向那片沙泥底，皮皮虾成群，枝枝带高。主人，看那里。好家伙，这哪是青蟹，
这是蟹王，前首长要1斤以上的，我看这批3斤的都有。嘿呦嘿，脾气还挺大。等我摇鱼来。剑鱼、海豚。上！走，那边还有皮皮虾。这效率比在浅虾捞强了100倍。有这帮水族在，我就是这片海的王。快回去吧，下次再见。主人，下次再见。哇！我的妈呀！这一船得多少钱？好家伙，这皮皮虾比我胳膊都粗。二牛、大壮，往后你们俩就跟着我干，每天下午3点准时到码头接货，搬1篓给1块。谁家还有闲着的壮人力也能叫来。七旬哥，当真？1块钱搬1篓？我爹在镇上扛麻袋1天才挣3块。当真？以后我这边货只会越来越多。哥，你们2个要是手脚麻利，1个月挣的比种地1年都多。三叔，你儿子不是在家闲着吗？七旬哥这要人。七旬啊，我家二小子也闲着，你看不急，一个一个来。明天下午1点，愿意干的全到码头来，我当面说规矩。3年前那个连海都出不起的穷小子，如今已经能让全村的壮劳人抢着来干活了。七旬哥，七旬哥，七旬。胡哥来了，辛苦了，兄弟们。这只至少3斤2两，壳青肚白，爪尖带灰衣毛，正宗野生大青蟹。周经理，您看这膏，虾背透令，膏都顶到腮壳上了。青蟹312斤，每只都过了1斤；皮皮虾507斤，只只带膏，个头达标率100%。姐给你凑整2万块。2万块原来这么厚，我竟然也是万元户了。品相不错，小胡啊，你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。哼，运气好罢了。这人还怪好看的。喂，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呵呵，这个嘛，我是龙王女婿。你少来！你怎么不封自己是南海鱼王呢？哼！不过，确实还挺厉害的。要死了！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朵朵脸怎么红了？屋里热啊？谁脸红了？就是屋里热。说正事，下周京城有个国际招待宴，规格比这次省宴还高一档，需要高品质的鲍鱼，4头鲍算是合格，最好能有2头鲍，多多益善。2头鲍？整个南海市水产公司去年的库存里都没找到几只合格的2头鲍，要是你能弄到，这次的采购价、长期供货合同，甚至是渔政那边的正式牌照，我都能帮你递话。这不就是变正规军了吗？好，给我3天。3天？别吹牛了，我赌你10天都弄不来。我说3天就3天，小朵朵，到时候你要输了，亲一下哥哥就行。哎，刚才叫我什么？小朵朵？人家哪里小了，还让我亲她？
妹子，这是动心了？哪有？他就是一登徒子。哎呦，那3天后你小胡哥哥真把鲍鱼寻来了，你是亲呢还是不亲呢？我这是来收鱼的大老板吗？可我看着开车的像是胡七寻啊！不能吧？前2天刚买了船，现在又买车了？那这不就是咱们村里的第1辆车，还是4个轱辘的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是16000，你点一下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穷小子吗？16000，你短短几天就从海里弄来这么多钱？要你管，钱点清楚了就写个收据吧。真全还上了！我的娘，这小子现在本事大了。等很久了吗？先上车。哟，下一步嫂子要变妻子了吧？星儿，打开看看。3600，七寻，你这又还债又买车的，以后还会更多，我都存你名下。星儿，你看着我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再喊你嫂子了，你答不答应，我都是这个主意。我户口本都改了，还能不愿意吗？搬家的事你说了算，家具不用新的，能住就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搬。走吧。哟，这就搬走了？呐，听说以后住城里啦？听说以后住城里了，用自来水。当初他哥刚没那会儿，他家穷的揭不开锅，我爸硬是把我胡七寻的婚事退掉。现在倒好，船也有了，车也有，人长得也不赖啊。前阵子我在码头圆圆圆，他光着膀子，那身材比画报里的男演员还壮实。早知道他有今天，当初你咋样？你爹能答应你跟个欠债的穷小子？我就是气不过。你说苏婉性命怎么那么好？哥没了还有地顶上，这摇身一变直接成老板娘了。可不是，我娘上午还在家念叨，说老胡家祖坟冒了清冤，胡七寻这势头下去，哪只是万元户，将来怕是要当百万富翁的。唉，现在想想，早知道他胡七寻有今天，我怎么也该去他家门口多转几圈。30年河西，30年河东，莫欺少年穷。好家伙，这片礁壁上全是鲍鱼，2头鲍个头得有多大？这只4头鲍的规格，2头鲍得半斤以上。再往下找，什么玩意儿？主人小心，是巨型章鱼，这片水域的霸主。完了完了，今天还没契约新水族就碰上这玩意儿！剑鱼，给我上！主人，我也被缠住了。龙女救命！这力道能把我活活勒死！妈的，这畜生太聪明了，知道我要摸他头，帮我盯住他的出拳路线。海鸥，有了这上帝视角，你就是100条触手我也不怕。主人，我们来助你。契约。主人，行啊，兄弟，劲儿够大的。主人想找什么？2头鲍，半斤以上的鲍鱼，你出手多，给我捞。
光是4头豹就已经是抢手货。首长点名要2头豹，看来还得往更深处的隐秘岩穴搜寻。我的天，半头豹！寻常水产贩子一辈子都见不到几只，太赞了！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顶级海货。前首长这场高端宴席，直接能凭这批鲍鱼压过所有接待宴席。我的天哪，他真的做到了！周红姐姐说的对，遇到好的就得主动出击。我的天，这么大半头豹，省里接待都未必能凑齐这么多。之前跑遍沿海水产市场，最多只寻到2只2头豹，他这一筐直接堆满，简直离谱。我帮爷爷对接采购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品相这么完美的半头豹。今晚这批鲍鱼一上桌，整个国宴直接拉档次。这要损坏了，我可赔不起。可不，今天这小子恐怕要赚笔大的了。七哥，你昨晚是不是又熬夜了？七旬哥哥，一个人抓这么多，肯定累坏了吧？啊！喏，36000。我去，这么多！那么大，配得上这个价。多谢小朵朵费心，往后每日下海，我优先给机关这边留最好的货。都喊人家小朵朵了，还想不起打赌的事吗？胡七旬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什么？哟，二位在这儿呢。说正事。我爷爷让我正式代表机关后勤，跟你签一份为期2年的独家供货协议。你所有海货优先供应我们这边，价格按市场最高价上浮1成，货款现结。独家供应上浮1成现结，这哪是普通供货协议？我的天，怎么这么软？公事公办是应该的，不过嘛，小胡可是我先看上的。从第一次送东星标开始，姐就说了要好好照顾他。朵朵妹妹总不能横刀夺爱吧？周姐说笑了，七旬哥哥是凭本事拿到的这份协议，跟谁先看上没有关系。再说了，他答不答应签，得他自己说了算。还不推开这女人？这怎么比跟章鱼打架还难应付？那个2位姐姐妹妹的照顾我都记在心上，协议的事我肯定签。不过我现在有个急事儿，想先找钱首长谈一下关于海洋环境的。海洋环境？小胡来了，都快坐。报告首长，我今天想跟您汇报一件事儿。首长，我做海鲜生意这段时间，每天泡在海里，发现近海那片水域污染越来越严重。海上溢油的原因很多，比如运输船撞了、输油管裂了、油井出了问题，只要是原油进海，就全是溢油。这东西铺开就是一整片油膜，薄薄一层，看着不起眼，但祸害大了。油膜浮在水面上，把空气和海水隔开了，水下缺氧，鱼虾喘不上气，一批批憋死。油污还会粘在鱼鳃和海鸟的羽毛上，让它们飞不动、游不动，活活饿死。那这片海不就废了？比废了还麻烦。原油里头的有毒物质会钻进鱼虾贝类的身体里，人吃了致癌。油污沉到海底，把底泥一盖，底栖生物全死绝。近海渔场一旦垮了，3年5年缓不过来。这些知识和原件大大超过了一个高中毕业的水平。小胡，你需要什么？我想请您给我一个在海上名正言顺管这事儿的身份。这小子要权？我不用工资，不用编制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往后我在海上看见非法捕捞、污染破坏的，我有权管，有权上报。哇，这男人太帅了，他眼里不只是盯着赚钱，还有担当。只要您一句话，往后我在海上看见非法捕捞、污染破坏的，我有权管，有权上报。你一个渔民管到海上的事儿，图什么？这片海养了我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垮掉。再说了，我将来娶妻生子，总不能让孩子连条干净的鱼都吃不上。这么说他还没结婚，那我岂不是有机会？朵朵，你记一下，明天让渔政那边出一份义务巡护员的聘支，不占编制，全县比照渔政监督员，遇有违法捕捞、环境污染，有权制止并上报，名字就写胡七旬。首长，
我的天，编不编制先放一边，这相当于是给我放权了。怎么，嫌身份小？不小，正好。去吧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这片海是你自己要守的。爷爷，为什么不给胡七寻带编啊？你懂什么？这是考验。这小子有点东西。这城里的生活就是比在小渔村里编编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鲍鱼的事儿办妥了？办妥了，还办了件更大的事儿。义务巡护员，官方认证，往后我在海上看到非法捕捞、污染破坏，就有权管、有权上报了。可是你要是去制止那些非法捕捞的人，他们会不会对你动手？那些人在海上无法无天的，又没有人跟着你。要是星儿知道我天上有海鸥侦察队，水里有2米长的剑鱼、大章鱼，还有海豚编队，估计就不会有这些担心了。星儿，你看着我，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。我不能因为怕危险，就眼睁睁看着咱们这片海被糟蹋。七旬真的变了，从前那个只会跟在我梢头喊嫂子的少年，现在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那，你可得我全须全尾的回来。你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可就嫁给别人了。放心吧，你男人命硬得很。七旬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，好吃不过饺子。星儿，你看，债也还完了，船也有了，城里的房子也住上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证领了？下周，咱们把你哥的牌位从老宅请回来，跟你哥说一声，说完了就去领证。太好了，我总算是娶到嫂子了。一天也就只能干这么多，再干我就没法下海打鱼了。帮帮我！主人，是灰鲸，他在求救。我的天，这是被藤壶折磨成什么样了？别怕，别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身上那些藤毫我能弄掉，这些藤壶的粘性极高，要刻下来可能得让这鲸鱼掉层皮，也不知道我这神生行不行。天啊，我也太厉害了，整个剥离过程一点伤口都没有。主人，多谢您救我，我愿终生追随。好家伙，我有这么大一个水族兽蹼！那个，我今天神力用完了，你能打鱼不？我去，海鲜瀑布！够了，够了，别喷了，船要压沉了！主人高兴就好。高兴，高兴的都快找不着北了。行了，行了，你先去歇着吧，我把这些小的挑出来放回去。哟呵，我说这是谁呢？原来是咱们村的大善人胡七寻啊！这捞上来又扔回去。才赚几天钱就嫌烧得慌了？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我去，这网眼密密麻麻，小到连2根手指都用塞不进去。赵老四，你这渔网网眼目测还没2指宽吧？谁批的网具？我自家织的网，想用多密用多密，关你屁事儿！
你谁呀你？管天管地还管到你爷爷我织网了？你把网收了，这批小鱼苗倒回到海里。哈哈哈哈哈！听听还往海上打了20年的鱼，我告诉你，这海上的规矩不是你家，你老子用旗织网，还轮不到你管。这赵老四都在海上横行多少年了，渔政的人来了也没用。就是，更何况你胡七寻连个公家身份都没有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。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哪来的这个？假的，这穷小子才乍富几天，怎么可能有人脉跟公家贴上边？我倒数3数，你把鱼苗倒回去，跟我去公安自首。来来来，你赵爷爷我帮你数，3、2、1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大，鸟疯了！什么玩意儿？地下什么东西？有水鬼！这小子不对劲，以前空手就打到这么多极品海鲜，那不成跟传言一样，真是龙王的女婿？哎，你们快看，赵老四船底下的是什么？不会是海怪吧？海神爷爷饶命！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等等，那一圈不会是海豚吧？以前大家看胡七寻会打鱼，私底下只叫他南海鱼王，没想到他是南海鱼王啊！你把他们几个都给我捆上。是，这就捆。调度台，我是3山段义务巡护员胡七寻，坐标东经119度24分，北纬38度12分，查获一艘使用违规网具的渔船，人员4名，已控制，请派执法人员到场接收。收到。三山鱼087，核实。水警快艇预计25分钟到达，请原地等待。胡七寻同志，刘队长，嫌疑人在这里，船上一张密网眼不足2指，捞的全是带鱼苗，人赃并获。公安同志，你评评理，他胡寻凭什么绑我？他就是个打鱼的，拿个破袖章糊弄人，他还养海怪，船底下有怪物，你们把他抓起来！胡七寻同志由京城的高级首长亲自推荐，南海市渔政管理处正式聘任，担任的南海3山段义务巡护员，全县比照渔政监督员，遇有违法捕捞、环境污染，有权制止并上报，文件在此，下盖了渔政公章。带走，物证一并带回。胡七寻，你以为就你背后有人？这海上的事儿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等着！什么意思？难道他这违法背后还有大鱼不成？七寻哥，你是官家了，咱们七寻哥现在是巡护员，有红章子的。我的老天，这袖章是真的呀！水警队长亲口说的，还是京城里的高级首长推荐。我就说七寻这孩子有出息，当初他哥没了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，这孩子心气不一样。早知道他有今天这造化，当初我妈给我介绍对象的时候，好歹也应该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人家苏婉欣早就跟他搬进城了，存折都写的苏婉欣名字，你还能插进去？我这不是说说吗？我的老天，这袖章……咱们得通知上面，这阵子先别有动作了。对，得让他们先把这愣头青料理了，不然容易暴露帝国大业。星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按照黄历，今晚6点是请走你哥牌位的好时间，错过就得等下个月，明天可以去领证。好，但是这天色恐怕有大暴雨，到时候你在祖屋等我，我来接你。好。大黄鱼320斤，对虾180斤，梭子蟹，哎。这什么啊？金光闪闪的。这是哪里来的？鱼筐里找到的。这鱼怎么长得跟龙一样？这不会是金线鳌吧？我爷爷年轻时在东海见过一次，说那是龙王座前的侍卫鱼，
凡人不该捞的。金线鳌，鲸鱼一口就吸上来了，我也没听过这玩意儿啊。这也太好看了，比金龙鱼还好看。等等，底下好像还有东西。我的天，这是巨型凤凰螺，活体能长到30公分以上的极其罕见，全世界都没多少。我干了20年水产采购，头一回见这么大的凤凰螺。这壳面的火焰纹这么规整，怕不是活了上100年了。这螺壳本身就值钱吗？品相好的大型凤凰螺壳，在国际收藏市场上能卖到上万美元。不过，更大的价值在里头。里头？凤凰螺能产海螺珠，而且只有活体凤凰螺才能孕育，死了就再也产不出来了。如果这颗螺里真的有珠，七旬哥哥，你开吧，手要稳哦。这螺壳比我预想的还硬，像石头一样。这什么味儿？也太好闻了，比香水还清新。我听说有极品海螺珠的螺壳和打开时会有异香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也太漂亮了，比所有宝石都好看。怪不得人常说海螺珠是海神的眼泪，这哪是眼泪，这分明是海神捧出来的心跳。七旬哥哥，你知不知道这颗珠子意味着什么？全世界每年能产出的海螺珠不到900颗，能形成宝石级的不到1/10。像这颗的品相、大小，可能100年都出不了1颗。那这东西比我的船和车加起来还值钱吧？我见过海螺珠的图片，最大的才几克拉，这颗至少50克拉往上。这颗珠子是无价之宝。小胡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网捞上来的是什么？报告首长，我知道这是海螺珠，很值钱，但具体多值钱我还没概念。这品相的海螺珠，全世界现存有记录的不超过10克。我的个乖乖，那岂不是够我和星儿花一辈子了？小胡，我跟你提个事，明年开春，京城要举办一场国际海洋资源博览会，到时候会有几10个国家的代表团来参展。自然珍宝展区那边现在正缺几件能撑得住场面的镇展之宝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把这海螺珠以你个人名义代表国家送去参展。展览期间由国家级专家团队全程看护，展览结束原物归还。你想卖、想留、想捐都随你。代表国家参展，这是为国争光、为国出力啊！首长，我愿意。爷爷，那条金线鳌也是极品活体，鳞片完整，体态优美，要是能养活，同样是国际级的展品。对，这2样一起捐给国家。好小子，有格局。七旬哥哥，你放心，参展期间由我全程对接，保证不出一点差错。好。电压不稳，大院里线路老化了。不好，是台风。海鸥，共享视野。收到，老大。立刻联系海上救援队。不好，星儿出事了！
三山岛被淹了，台风卷走了很多村民，我要去救人。立刻联系海上救援队。七勋哥哥，他太危险了，等台风过了，你再走也不迟啊！星儿，你在哪儿？是我不好，不该把你独自留在家。七旬，星儿，你没事太好了，我差点以为再也找不到你。我去镇上拿装牌位的木匣子了，后来雨下大了，就在店家那里没出来。看到你的车往村里开，我才一路跑过来的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这么多人困在海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台风卷走，我得救人。风浪太大，你千万小心。放心，整片南海水族都听我号令，我不会有事。全体出动，救人第一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以前咱们是怎么对七旬的？他哥没了，全村人拿他和苏婉玲当笑话讲。赵老四堵在门口逼债，咱们有谁帮过一句枪？现在呢，全村200多条人命，是他一个人带着这些海里的生灵在救。糟糕，神力用光了，自己力气也透支了。213名落水村民全部平安。快，搭把手，把七旬抬到地上来。七旬，从今往后，你胡七旬就是三山岛的恩人。我赵老四这条命，你什么时候要，什么时候拿去。星儿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七旬，你哥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小伙子，你撑住！大哥，别慌，我只是太累，歇一会儿就好。我是南海海岸应急救援第3支队队长老杨，敢问小兄弟姓名？胡七旬。我代表全体海岸救援人员200多名获救村民，谢谢你。没有你舍身救人，等到我们赶到，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回了。昨日夜间，南海三山岛遭遇17级超强台风，213名被巨浪卷入近海海域。三山岛青年胡七旬依靠特殊海域感知能力，协同海中鲸鱼、海腿龟章鱼等海洋生物，独自开展整夜海上救落水村民。而且据悉，胡七旬还是金线鳌和海螺珠的捐赠者，这2项赠品将代表国家到国际生态展览会上参。213个人，全靠他一个人下海救下来。风浪那么大，普通人靠近海边都站不稳，不扣船不扣装备，能在巨浪里来回救人，还能号令海里普通渔村少年，分明是咱们南海的护海人。而且这么珍惜的宝贝，那加起来都能换一座城了，人家可说捐就捐了，这高低都得算民族英雄。七旬，恭喜你拿到这份表彰，整个南海乃至全国能拿到这份荣誉的年轻人寥寥无几。七旬，恭喜你，但我有一件要紧事必须跟你通报。本次台风搅动整片渤海深海，我们搜救沉船贪图藏海时，在20海里外的深海区域发现境外船只，目前意图不明，这是我的私人专线，发现陌生船只立刻联系我。千万不要独自硬拼。胡七旬，是你是龙女。台风巨浪之下舍身救下200余村民，
心怀苍生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，我深感欣慰。今日寻你，是告知一桩危机。当初我重伤坠入近海，便是为阻拦第一批境外盗矿船队盗取南海海底千年金矿。如今我仍然负伤养伤于东海秘境，但台风冲开深海矿层，境外盗采势力卷土重来，配备专业潜水器械，非法捕捞船，大肆破坏海底岩层，盗取金矿。若再任由他们肆意开采，整片南海生态会彻底崩坏，沿岸渔村再无海产可依。谁敢破坏这片大海，盗取海底矿脉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理。很好，此番前去阻止境外盗采团伙护海守矿，你或许会有性命之忧。现在我解除你的神力限制，整片南海鱼虾、巨鲸、海龟、海鸟，你可随心契约，无数量约束。我胡七寻义不容辞，现在立刻动身前往深海巡查，绝不让他们破坏南海分毫。我去就回。七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阻拦你发现的那些境外盗矿船只。找到了。老胡，情况怎么样？所有水族兽仆，听我号令，非法盗矿海域集结，封锁全部航道。What the hell？ 引擎怎么了？老板，螺旋桨不动了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。螺旋桨不动了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。fuck， 那是什么东西？杰克，这玩意儿不是我们能惹的，快跑吧！撤你妈！金矿就在脚底下，谁挡我发财，我让他喂鲨鱼！把所有鱼枪炸药都给我搬上来，把螺旋桨上的除锈炸了！你是谁？义务巡护员胡七寻，这片海归我管。老板，把赵老四弄进去的就是这小子，居然是他！那这次他带了多少人？去，用对讲机让所有船只侦查确认。老板，只有他一个人。挡路者死！没想到龙女给我的神力如此强大，这么快的子弹在我眼里慢得跟蜗牛一样。你这枪打鸟都嫌慢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哎！原来这神力不只是看清楚，连身体反应也能跟得上眼睛的速度。哼，又来一个不自量力的。他刚才动了没有？没看见，根本什么都没看见。你们先听我说。所有人抄家伙上这条船，给我把这小子废了 ！Kill him! Kill him! 也好，省得一艘一艘找过去。你们的枪都干不过我，还想用刀？集体开枪！开枪！这也不是个办法，要是能再慢一点就好了，我就能直接调整他们子弹的方向，让他们自己打自己。我去，我还能自主调节快慢。来吧，尝尝你胡爷爷的厉害！
叶问才一个打10个，我是一个打20个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们投降，投降！你，这不可能，普通人不可能。我说了800遍了，南海3山段义务巡护员胡七旬，你刚才说你在公海干了10年，杀过的人比我捞的鱼还多。那今天让你见识见识，这片海里有多少东西听我招呼。章鱼、索舵、海豚编队收拢阵型，鲸鱼起势。妈妈呀！我投降！投降！这些水族全听你指挥。我说了，这片海归我管。现在让你没有受伤的，把受伤的人都给我捆起来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都照他说的做，快！杨洋队长，我胡七旬，坐标已经发给你了。截获境外盗矿船只20艘，嫌疑人30余名，查获交易单据齐全，请带水警和资源局工作人员过来取证。20艘，你一个人，胡七旬，你等着，快艇10分钟内退下。胡七旬同志，这次幸亏有你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我只是尽到一个巡护员的职责罢了。报告，本次共拦截境外盗矿船队20艘，抓获境外犯罪嫌疑人33人，缴获金矿原石约12吨，已悉数上报。钱州长眼光果然毒辣，没看错人。这份功劳报到上面去，怕是要变成全国都知道了。钱首长点名要找胡七旬同志。首长好。七旬啊，干得漂亮啊！首长过奖了，这是我作为巡护员的本分。国家自然资源部和海警总局打算对你进行联合通令嘉奖，但在这之前，你还得先替人民去做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儿。请首长吩咐。明天就是国际海洋生态展览会，我们希望你能带着你的金线鳌和海螺珠代表国家出席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尾金线鳌体长超过60公分，鳞片完整无缺，金色须子长达15公分，是极其罕见的成体。是呢，金线鳌已经消失有40多年了，这活体参展在国际展会上还是头一遭。这品相，我研究海洋贝类40年，从没见过这个级别的海螺珠。火焰纹完整贯穿整颗珠体，正圆度近乎完美，鸽蛋大小，粉金色底，这100年都出不了一颗。Oh my god！ 这颗珠子所有的参数都是顶级的，我以前还以为亚洲不可能有这么顶级的珠子。上一颗海螺珠拍出了270万美元的高价，那颗的火焰纹还没这颗完整。270万美元，那这颗不得更贵？这哪是珠子呀，这是移动的银行。七旬哥哥，你的海螺珠和金线鳌都快成全场焦点了。怪不得钱首长说这2样能镇场子，这牌面比我想象的还大10倍。胡先生，冒昧打扰，我是珍品珠宝集团亚洲区首席代表，您的这颗海螺珠我们非常有兴趣，价格好商量，您开个价。不好意思，这颗珠子不卖。胡先生，您可能不太了解市场行情，像这种品相的海螺珠在国际拍卖会上单克拉价格能达到数万美金，您这颗50克拉以上，我们愿意出到300万美金，甚至更高都可以谈。300万美金，那不得2000多万人民币？我的天，这10辈子也花不完啊！别说出300万，就算出3000万，我也不卖。胡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今天站在这里，代表的不是我胡七旬个人，他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海洋生态保护成果，代表的是南海湾这片海域孕育出的自然瑰宝。这颗海螺珠和金线鳌，我已经正式捐赠给了国家，他们会留在中国，留给这片海，多少钱都买不走。七旬哥哥，真的太帅了！胡七旬先生，能说一下为什么拒绝珠宝商的天价收购吗？300万美金对于一个渔民来说是天文数字，你的放弃是自愿的还是被胁迫的？我是自愿的，我是渔民出身，从小在海边长大，一家人的生计全靠这片海。我比谁都清楚海洋给了我们什么，
鱼、虾、蟹贝，还有像海螺珠这样大自然馈赠的奇迹。但我也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：我们个人可以依赖海洋生存，但海洋本身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。如果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从海里捞好处，不管不顾的捕，那这片海迟早有一天会变成死海。那您觉得普通渔民和沿海百姓应该怎么做？配合国家的保护性开发政策，该休渔的时候休渔，该限捕的时候限捕，该保护的区域绝不越界。咱们靠海吃海没有错，但得吃得聪明，吃得长远。我现在的身份是南海三山段义务巡护员，这几个月我每天都在海上跑，看到过油污污染把整片鱼群毒死，看到过密网捕捞把小鱼苗一网打尽。说实话，心疼。爷爷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胡七旬通过考核了。请您面向全球参展观众与媒体送上寄语。我想说的是，海洋生态保护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事，它需要每一个靠海吃饭的人，每一个喜欢吃海产品的人一起上心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国际海洋生态展览会现场。来自南海的青年渔民胡七旬，用一颗价值0成的海螺珠，向世界中国普通百姓的海洋情怀与责任担当。他是南海渔王，更是这片海的守护者。以上是现场报道。七旬哥哥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我爷爷要是看到这段采访，肯定又要说我没看错人。小朵朵，你这话我爱听。又喊我小朵朵，人家哪里小了？行行行，钱大小姐，走吧，去看看咱们的金线鳌今天游得开不开心。经省海洋总局与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审议，并报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决定授予胡七旬同志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。同时，经前首长全力推动，省海洋总局特批在三山岛段设立专职护海巡护站，特进胡七旬同志全域海专职护海巡护员，拥有海域独立巡查权、违法线索直接上报权，并由政府提供长期后勤保障。七旬是真正的官家了，是咱们海上的大将军，是我们的南海渔王。但现在的我，一定用好龙女给我的神力，守护好这片南海。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街上这么多人，不放！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放！我胡七旬终于娶到我媳妇儿了！你老实说，那些鱼是不是能听懂你的指令？你男人我是南海渔王，他们当然听命于我。七旬，我们会一直这样守着这片海，对吧？守一辈子。胡七旬，三亚海域告急，速来！